越是刺激的男人，他就越容易被女人追随，而且很多女人啊也是会为之疯狂的。不是说你强行健身赚钱就能够有女生倒追你的啊，肯定不是。要不然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兄弟啊，手握财富还有资源，但是却不被女人所尊重，甚至女人都瞧不上他啊？关系就是亲密关系啊，往往也都是高开低走的啊，最后甚至还会被女生啊冷漠抽离，因为他们太求稳了，总是一种正人君子的形象，那自然就拿不到本该有的结果。所以今天啊，赵哥想跟你们讲一个话题，就是要告诉你如何去做一个有魅力、有个性、被女人倒追的男人啊，总共3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显性价值加高可得性。简单来说啊，就是你的价值得外放啊，得吸引女人，而且他看见以后呢，他还会觉得自己在你这儿是有戏的。很多兄弟就一听啊，价值外放，哎，立马就联想到自己要秀车秀表是吧，还要秀房。但是啊，这个只是物质价值啊，它在两性关系里面只是非常小的一个模块，而且这种东西呢，你总不能随时随地的贴脑门上吧，告诉大家说我很有钱，对不对？这样吸引来的，我说实话，那所有女生都是冲着你的这个钱来的，而不是冲着你人来的，你也很难拥有一段高质量亲密关系，你只会拥有短平快的关系。所以说，这里的价值除了物质，还包括什么？资源、阅历、地位、能力等等。那这么多东西又这么抽象，我们要怎么去展示呢？很简单啊，人都是极度依赖社会参考的动物。我们评判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往往都会观察他周围的人或事啊。就比如说，你根本不认识宋江啊，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他也不够威风，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在梁山伯偶遇了他，你就会知道他是这里的王，因为你会看见他身边还有一众好汉在为他躬身听令，对吧？那这个就叫做社交认证啊。那这是在梁山伯，在现实世界里面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展示社交价值，女人最相信的就是他自己的眼光。你叭叭叭的跟他讲，吹嘘半天，哎，你自己有多么牛，你都不如让他看一眼你身边的其他女生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在喜欢的女生面前去装作一副不近女色的样子啊！你又不是和尚，你有自己的社交自由，你发圈也好，也不必回避那些带女生的照片。你跟女生约会也好啊，接个女同事的这个电话也好，你就大方的接，接完哎挂掉电话的时候来一句谢谢美女了啊！这不是在立什么高手人设，而是借他人之口放大自身的价值。因为在女性的价值体系里面，同性的亲身认可远比异性的高深自证更有分量。那当然它同时也会产生一些疑惑啊，就是你身边这么多女孩，那她还有没有机会呢？所以我们就要释放高可得性了，也就是明目张胆的让这个女生感受到你对她是有兴趣的啊，要让她清楚她在你这儿啊，哎，有戏。就比如说我们上面有讲过，挂完电话要带一句什么啊，谢啦美女，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正在跟你约会的那个女生她听到了，她可能就会随口问你一句，这么忙啊，谁呀？啊，那你不要解释，不要正经的去回答她，你可以跟她讲说，占有欲这么强啊，需要的话下次带你认识一下呀。啊，你就趁机反撩她一下啊，开个玩笑，对吧？轻松里面又带了一点点的暧昧，这种分寸感呢是恰到好处的。那女生她自然就能感觉到你对她的兴趣，而且这种小暧昧里边啊，它是带着确定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点好不好？叫打破常规。很多来找交哥的兄弟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只打安全牌，不敢打破常规。这个就跟你开车，女生坐副驾驶是一样的。你要是开个50-60码稳稳的，对不对？确实他坐得很安稳，很舒服，但是他的内心是毫无波动的，也没有任何情绪。但如果说你直接一脚地板油，飙个120啊150，那他直接会肾上腺素，对吧？跟着飙升，他会紧张，会期待啊，甚至会双手拉住这个车顶的这个扶手，然后激动的去看着你说啊不要啊！你要想清楚，女人在恋爱里面追求的是一个东西叫什么？浪漫 romantic 啊，这个词儿翻译过来就是惊喜、刺激、情绪波动。所以你不敢打破常规，那你就是开老实车嘛，很稳嘛，那他肯定就会觉得说没意思啊，很快可能就要下车了。而你敢主动敢提速，那他自然就会迷上那种刺激感。就比如说你跟女生吃饭，正常人都是在干嘛啊？面对面的坐着，对吧？那你就可以干嘛？二话不说直接坐到他的旁边去，他肯定会很惊讶啊，内心也会很慌啊，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然后他嘴上就会问你说，你为什么坐我这边啊？那你干嘛？你就若无其事的说，
方便一会儿点菜呀。等他回你一句哦，就他内心可能又趋于平静了嘛，这个时候你再补一句，点完了我也还要坐这儿，我感觉我跟你面对面坐好像在谈生意一样，那他情绪是不是瞬间又起来了，就跟像坐过山车一样当然了，主动得有个度得能把控。如果说女生非常不适了她有一些什么微表情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就是表示出抗拒的动作，那你点完菜最好就要退回去，知道吧？当然这个整个情绪波动呢，我说实话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他没有抗拒，那我恭喜你，关系直接可以提速了。有的兄弟又会问了，这种观察力是怎么来的？你们问到点上了。这个呢，其实是两性认知和人性洞察上面的东西了。你们一定要多看看焦哥主页的视频，好吧？你自然就能多提升了。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第3个点，叫做登门槛效应。咱们又把它称之为得寸进尺，就是要让这个女生为你投资。当然这个地方不是说什么，就是你要去如何去引导对方为你付出，不是的。你只需要记住3句话：第一，要敢于让他帮你去做事儿；第二，要敢于去接受女生的付出；第三，要敢于去指挥她。你看每一句话的重点是不是在那个敢字上？因为做事儿也好，付出也好，它不是在于这个事儿的大小付出了多少，不是的，而是在于你的胆量。很多男人就是女生一旦对他好一点了，请他吃顿饭了，或者说带他就是给他带个小礼物，他立马干嘛呀？加倍付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吧？疯狂的加仓，他好像就承受不起女生对他的好一样。但是不该是这样的你又不欠他的，他也不欠你的，关系本就是共同出力才对的。你要大大方方的去接受，你本就值得，明白吗？甚至你还要敢于去指挥他。你帮我去买包烟呗你帮我拍个照吧你帮我挑个外套呗，就随便指挥嘛，都可以的。你不要去问可不可以，直接上直接讲。实际上很多女生她是非常享受被带领的感觉的，因为这个也侧面证明了你是一个有主见、有本事、靠得住的男人。所以说刺激疯狂从来不是刻意的制造失控，而是你在绝对清醒中去打破常规。女人痴迷的也不是刺激本身，而是你身上那种敢于冒险的魄力和无需自证的配得感最后呢，我还是那句话焦哥在教你们干嘛？学人性，多用人性，这样你才能够。我是焦哥，下课。